生子当如黄仁勋，生女当如苏姿丰。每个新手爸爸看着襁褓中的婴儿，心里都在想同一件事：到底有没有天才养成术？100年前，有一个人说他知道答案。他是美国心理学会史上最年轻的主席，行为主义学派的创始人 John Watson。他说：“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在我设定的世界里长大，随便挑一个，我都保证能把他训练成任何一种专家、律师、医生，或是下一个黄仁勋。育儿就是精密的行为制约工程，只要安排的足够精确，就能轻松让小孩实现阶级跃迁。今天我们来开箱卫福部的爸爸手册，看看小孩到底能不能被工程化。”没有，他这一本应该是新出来的啦，2022年嘛，对啊，我那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啊。因为这本里面就是有写蛮多一些注意事项。对，然后就是要爸爸要知道的东西呀。嗯。那请问一下，身为爸爸，你最基本该知道的事情？就多赚钱啊，然后不然。有人说，怀孕到底会死，因为有些当老公就想要阻止他老婆啊，他就觉得说，就是胚胎就是会被冰到啊。其实完全不用阻止，像冰水或是冰淇淋这种东西都是随时可以吃啦。冰的东西吃下去到肠胃，它很快就会变温。妈妈的核心体温是非常稳定，根本不会去冰到羊水或是宝宝，所以不用担心。这主要看妈妈自己的肠胃耐受度，然后有一些妈妈吃冰之后会容易造成肚子胀气或是拉肚子，那就要少吃啊。如果吃了不会不舒服，心情又会变好，老公跑腿去买就对了。对啊，因为怀孕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她不想吃嘛，那她难得有想吃的东西就给她吃。这个话要不要吃啊？因为他们说看到另一半吃到要怎么做？它轻微的是可以先调整饮食啊，就是少量多餐嘛，还有少吃就是油腻还有重口味。那因为这时候的那个胃它是比较敏感，如果太饿啊或太饱，它都容易反胃。但如果说已经会吐到影响生活，那要赶快带老婆看医生，然后开止吐药，绝对不能自己去药局乱买哦，因为有一些止吐药它影响胎儿，必须要由医生开才安全。那如果最严重，喝水都喝不下，然后尿量变少，站起来会头晕，这代表已经脱水，要马上送医。对啊，如果有孕吐的话，吐完之后老公要拿杯温开水给老婆漱个口，先把牙齿上面的胃酸把它冲掉，胃酸非常的酸，留在牙齿上面会清洗珐琅质。吐完之后呢，不可以立刻刷牙，因为这时候牙齿的表面被泡软，立刻刷牙反而把牙齿表面的珐琅质刷掉。先用温水把胃酸冲掉，等半小时之后我们再来刷牙。那你们知道这个问题？医生那时候恶心感没有到很重，他会恶心，可是不会到那么厉害。那不好意思。有啊，吐很久啊，大概吐了哦，对，我记得他老婆好像吐很久啊。他那时候我们好像有一次聚餐，吃到一半他就受不了，对，就先回家了。你们一起回了？没有啦，我回家，我先走。那你现在在爸爸手机第10页啊，这边就在讲孕吐啊，它里面讲的那个蛮细致的啦。这个有个小插曲写，今天孕妇有好些的吗？这个不会被揍。不会啦，不会，是可以的啊，因为有些它是真的那个随时随地都有恶心感。那可以看一下第12页。你说和伴侣沟通的技巧吗？对啊。你们都有问这个吗？你好像变胖了，你肚子好像很大吗？这不可能啊！怀孕一定会变胖啊，这怎么可能会有人问？这真的会有人问这种问题吗？就会被打死吧？我不太相信，这种人绝到老婆。那我再问一下，就是月费越来越大，不是有些孕妇会比较酸？对。这样是能按摩吗？第10页就有写说，就是可以帮太太按摩，还有热敷嘛。里面写出来其实就是叫男生要帮老婆舒缓啊。那要记住3个原则哈，第一个就是姿势要对，要侧躺或是半坐卧，不要长时间是完全平躺，那肚子绝对不能按。第二个就是力道要轻，像肩颈、腰背、四肢这些都可以按，然后以舒服啊不会痛为原则。那千万不要去做那个深层重压，或是拿那个筋膜枪这样打小腿。第3个就是状况不对啊，就是要停下来。如果有出血、破水或是规律肚子痛，或是医生说是高危险的一个妊娠啊，就不要按。按的时候要注意小腿，如果单侧的小腿如果突然发红、发热、肿得很大又很痛，这绝对不能当做一般的水肿去推拿，这是急症，要立刻挂急诊，排除深层静脉血栓的风险。这个大家不要看黄医师就这样简单讲，这个真的很重要。深层静脉栓塞它是真的是会单侧这样肿起来啦，血块啊回流到那个肺部或是心脏，就会引起栓塞。妈妈他们的脚就是肿到脚踝就没有了，然后他连鞋都穿不进去，这个应该要怎么处理？这其实在后期很常见，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叫老婆少喝水。水肿是因为子宫变大，然后压迫血管，水分积在下半身。那如果少喝水，身体很有可能会产生反应啊，让水分滞留，水肿会更严重。正常的孕期水肿通常是两边脚踝、脚背一起肿，尤其是傍晚的时候特别明显。这种回家垫高双腿，用温水泡脚，少吃盐都可以改善。但如果连脸、眼皮、手指都明显肿起来，还会头痛、视力模糊，就要高度警觉是不是子癫前症，必须要立刻送医。来到第
第几页？ 16页。啊，16页。我好像在那个上课。没有，就一页页看啊。现在看到产兆啦，3大产兆就阵痛、破水还有落红。这个要怎么分辨？就是这个写给你们看是有用。有用。因为进产房前后，它有很多的联络，然后包含开车还有搬东西这些后勤工作要用男生处理啦。分辨产兆啊，主要看3个指标：规律阵痛、破水还有落红。第一个就是阵痛嘛，那如果休息后啊会改善，那多半是假性阵痛。阵痛它越来越规律，然后越来越密，休息不会缓解，就要开始计时，然后联络产房准备出发。第二个是破水，手册上写说它会流出大量透明液体，但它其实有些是少量，然后持续慢慢渗漏。第三是落红哦，也就是排出粉红色、咖啡色或者少量带有血丝的黏液。那如果是鲜红色，而且出血量像月经，就不是在家等的状况，要马上去医院。因为怀孕后期很容易就是漏尿啊，这样怎么分辨漏尿还是破水？那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它是不是由动作诱发的。漏尿通常只会发生在咳嗽、大笑或是换姿势的当下，是因为腹部它受到短暂的挤压才产生。但破水啊，它是羊膜有裂口，所以无论它是突然大量流出，还是反复间歇性的一个微量渗漏，它的发生啊都跟当下的动作无关，那是完全无法用意志控制的。有些产妇怕去医院被请回家，觉得尴尬，就在家里面一直等。破水拖太久没有处理，会大幅增加子宫内感染的风险。所以不论是破水、出血量明显增加，还是阵痛开始规律便秘，老公的动作就是先打电话给产房，再拿好待产包去医院。可我刚刚有翻一下里面有提过漏尿。你有手册啊？这手册当然不会啊，因为这本是爸爸手册。那爸爸本来就不太会知道说老婆漏尿，漏尿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常见，然后普遍的一个困扰。大概3个妈妈就有1个有这个困扰。子宫的重量它压了10个月，那自然产又经过一次拉扯，它骨盆底肌的支撑力会下降，导致说尿道它关闭的那个压力不足，只要咳嗽或打喷嚏，它负压上升的时候，它就容易产生渗漏。那很多女生她因为不好意思，根本不会主动去讲。所以如果男生有发现说老婆打个喷嚏，然后突然整个人就是不动，可以去问一下说她是不是有漏尿的一个状况。改善漏尿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凯格尔运动，最好是怀孕期间就开始练，每天规律静下心来练。爸爸能做的就是主动把小孩接过去，不要打扰妈妈，让他们好好放松，专心修复身体。我刚刚在看那个阵痛，下一页就有写什么，有6招可以帮助减轻产后。对，所以就是你们当初都有学到。我觉得他列一个简表不错，不过不用全部记起来。那些比如说像是按摩，然后热敷或者生产球，还有那个呼吸啊，现场看老婆用哪一种有效，然后就用哪一种就好。这些方法它是可以辅助放松，但是效果有限，它没有办法取代真正医疗止痛。所以老公的重点任务是在进待产室以后，只要老婆想打无痛，就立刻去跟护理师讲。保护迷思会说什么？无痛会腰痛会不会，常见的产后腰痛啊，是因为怀孕期间她骨盆韧带松弛，然后加上产后抱小朋友，她常常姿势不良会引起的。以前的观念呢，确实会等到子宫颈开到特定的程度才打。不过现在只要产妇进入产程，觉得会痛，想要打，评估安全，随时都可以施打，不用忍耐。翻到你的第23页。23页，2岁以下应该要安置于后座的后向式座，所以满2岁之后可以转正式。哦，不是，法规它这边规定的是一个最低门槛啊。其实2岁的那个小朋友，他大部分是不适合转正向，只要小朋友的身高体重他还没有超过气座的一个上限，能继续向后坐就继续向后，因为在发生撞击的时候，后向式的那个靠背啊，能挡住大部分冲击力。那如果太早换成面向前面，小宝宝他的脖子根本是还没有发育，头往前甩，他的颈椎是会承受不了。临床上啊，只要体重未满18公斤，都建议优先向后坐。冬天坐气座，千万不能让小孩穿着厚羽绒外套系安全带，但撞击时衣服已被压扁，安全带会有很大的空隙，小孩有机会被甩出去。所以记得，如果冬天上车啊，要先帮小朋友他的外套脱掉，然后把安全带拉紧，那最后再把外套或是毯子盖在外面。因为你们一个生2胎，一个生3胎，你这安全座有什么安排？那时候那个所有安全座椅我几乎都买过了，因为我们尤其那个生3个，然后我在那个第2排我要放3个安全座椅，那安全座椅是很特别啦。那这样子黄医师的话就是左右，然后妈妈坐中间。不是你一定没有那个坐过，就是车上有2个安全座椅的。那在中间那个，你如果说坐在2个安全座椅中间，然后你肋骨会被卡住，你只要稍微那个停车刹车，你就会受伤，坐不进去。中间是没有办法坐人的。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办法，那个中间第2排然后有3个安全座椅，我觉得很厉害。那我们再来往下继续走，第25题就是我看到蛮多人都有分析情绪低落跟产后忧要怎么分。就假设今天一个老公看到老婆生完一直哭，就是他到底要知道是你是心情不好还是生病，还是说真的要拖到就是半年吗以上才能看医生？
实它的关键是看2个礼拜。刚生产完，它前几天是容易哭和焦虑。那如果说2周以内它有逐渐改善，那多半只是短暂的一个那个情绪低落。那如果超过2个礼拜都还没有好，而且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这就要寻求协助。手册上面写的，如果持续半年到1年，这些都是典型的周产期忧郁的状况。这个时间点可能要更正一下，半年到1年讲的是发病范围，产后1年内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病。如果环境明明很安静，宝宝也有人帮忙顾，太太依然整夜失眠，这时候就应该去看医生。要是连续好几天完全不想吃东西，甚至说出想要伤害自己或是宝宝的话，一定要去立刻就医。那我想问，那爸爸会有？因为我看到一边就是贴文说，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听到隔壁在吵架，然后男生是大人说，我都为你感到产后忧郁了，然后底下那个赞数最高的人是写说，靠没有产就是他才在忧郁啥，就还有2万多个人来按赞，所以爸爸到底会不会产后忧郁？那其实会啦，那2万个赞就这一页必须要写进去的原因哦。这通常在宝宝出生后3到6个月最明显。虽然男生不像女生要经历怀孕、生产那样剧烈的一个荷尔蒙变化，但长期半夜被哭声吵醒，然后睡眠不足，生活作息是完全崩溃。那这种高压环境它同样会引发严重的心理危机。大约每10个爸爸就会有1个遇到周产期忧郁。太太本身如果有产后忧郁的话，先生的几率还会再明显增加。男生很早一直哭，反而会觉得变得极度暴躁，容易生气，沉迷手机或是游戏。如果发现自己连续2周以上莫名感到不耐烦，甚至想要逃离家庭，那也是需要看身心科或心理咨商。卫福部有男性专线0800-013-999。男生彼此会互相讲一些心里话？不会，就点装备，打开电动然后开始点装备。然后你说是氪金是不是？你说发现在对对。那我们来看一下30页。以前我全家都是这个东西。他们有没有建议？就是假设今天有那种新手爸妈，然后你要送礼的话，送哪个比较好？钱。就这么简单啊？没有啦，没有。我觉得如果真的要送的话，我觉得可以送衣服。可衣服很快就会。很快，对，就是因为很快，所以要买一大堆衣服，超级多衣服。你看那个小朋友多大，你买大一点的也没问题。我看到有一个贴文，他说妈妈产后第4天，就是她长奶会痛到了。对。那你知道那个老公回说等一下，但她婆婆就立刻就骂她说你们什么的，你还得看看啊，然后就转头就是帮媳妇热敷，底下就有人说就是胀奶不能热敷，这个事情是对的吗？留言讲的是对的啦。产后它初期胀奶，它除了奶水还有组织液的堆积，还有充血，那整个它是会红肿热痛。所以如果你这时候热敷，血管它会扩张更厉害，那反而会加剧肿胀还有疼痛。所以一定要冷敷才能消肿止痛。还有千万不要去用力去揉那个硬块，那越揉组织受损越严重。老公这时候可以做3件事：第一个，正确冷敷，避开乳晕，每次20分钟，不可以拿冰块直接冰敷，会冻伤。用冷敷袋隔着一条毛巾，或用冰过的高丽菜叶。第二个，不要追求把乳汁挤干净。大脑如果以为有大量的需求，会分泌更多，结果只会更胀。只要手挤到乳房变软，宝宝吸得动就可以了。第3，要注意体温，如果发烧超过38度，或是亲喂、挤奶油过后24小时还是没有改善，可能是乳腺炎，要立刻就医。高一猜他们是说有妈妈说把最外面那个大便还是冰敷，然后就可以冰，里面有什么特别成分？没有。高丽菜叶它不是有什么那个特殊成分，它只是单纯说叶子的弧度它刚好可以服帖，而且它的冷度通常可以维持到20分钟，所以当叶子变软然后变温的时候，就代表说时间到该要更换，所以这比那个湿毛巾更方便，因为湿毛巾大概只能撑2分钟，所以有冷敷袋就用冷敷袋，那没有的话可以用高丽菜叶，但是要记得洗。那个30页这边呢，它有说就是医学上已经就不叫婴儿摇晃症，它现在改成叫受虐性创伤。对。然后说正常照顾下跟宝宝玩，或是晃动到婴儿的头部，不会造成宝宝损伤。我们要怎么判断我现在是在正常照顾还是不玩？因为大家不是都很喜欢在那边飞高高，或者晃来晃去晃，然后有些不懂的人就是直接把小朋友那边也没有护脖子这样子要怎么知道？应该不会吧？有这种人吗？对，那其实真的像把宝宝抛到空中再接住，或者说抱着它悬空，然后去剧烈摇晃，这都是危险动作啊。没有，你有没有抱过婴儿？有啊。你不觉得很软吗？那我要跟你分享。你知道我小时候曾经就是家里有来那种刚出生月子中心那种宝宝，然后我回下去，滑下去。你说性门？然后他没有回来。我不知道他现在。会回来啦。可我们是压很大力。好，如果你是正常照顾，然后像拍嗝抱着走动安抚那种一般晃动不会有伤害。那危险的是那种剧烈甩动然后抛接，或者让头部去受到撞击的一种状况。我一直讲抛接，我一直有种就是你们2个人在拿小孩在当排球抛一样。然后有些会丢来丢去啊。不是，就真的会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把它抛起来，离开手一点
你没看过吗？可是通常不是飞高高啊，够大。没有。像新生儿的颈部啊，肌肉还没有发育完全，头又比较大又比较重，如果没有支撑，又把它快速的甩动，很容易造成严重的脑伤。受虐性脑伤通常发生在宝宝哭闹不止，或是大人极度睡眠不足的时候。不论是自己还是长辈，都不要把宝宝做那个抛离双手，然后也不要做任何会让头颈失去支撑的一种游戏。那如果遇到宝宝一直哭，那自己很累啊，然后快要生气，快要觉得失控的一个状况，就把宝宝放回婴儿床，然后转身离开房间，然后去洗脸，然后喝水，然后让自己冷静一下，然后再回来抱，这样最安全。再来翻到35页，睡过夜的问题。有一个贴文，他太太就说他怀在10个月都没有睡，他就跟他老公说就是换育儿10个月，然后结果他的老公还真的有做到，就是一个晚上起来3、4岁，他太太是连声音都没有听到。但我看这个 bug 这上面有写，就是前3个月先不要急着训练睡过夜，但是如果假设宝宝1岁，就是到底要不要叫醒他？老公如果说能做到太太连声音都没有听到，代表他是在宝宝一发出饥饿讯号的时候，他就立刻抱走处理，这算很厉害，很厉害。那前3个月啊，千万不要为了训练过夜，然后故意拉长喂奶的一个那个间隔。至于要不要说叫醒喂奶，主要是看体重。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他会先生理性脱水，所以他体重会下降一些。那通常这个在2个礼拜以内，他会增加回来。在还没有增加回出生体重之前啊，最多睡4个小时就要叫醒喂，回到出生体重就是让他睡就好。那手册后面就有接着写说，就是婴儿床里面什么都不要放，这样是怎么睡？因为有些人不是都会旁边想说放个什么枕头、棉被嘛，这些事都不行。绝对不行！婴儿如果被遮住口鼻，没有办法自己拨开，要让宝宝睡在平坦、坚实而且完全清空的婴儿床上，不要用枕头，穿合身的婴儿睡袋就好。如果用包巾，手一定要露出来，而且只要宝宝开始想要翻身，就不能用包巾。就像贴文写的那个老公把奶瓶洗好，然后消毒好，然后连挤奶器都洗完。老公这时候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把婴儿床煮好，枕头、被子，然后防撞床围这些都要拿走，那只要留下那个紧密贴合床单就好了。没有啊，他们现在已经够大，所以他会跟我们睡了。到底多大才可以跟爸妈？我们大概1岁之后才开始跟我们睡。但我跟那个阿妈睡。所以你有体验过？有很少啦。我们来看第60页，就是现在就有些人就是怕生太多嘛，你们会不会建议是男生结扎，还是女生去放例如说避孕器之类的？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男生结扎啦，因为女生结扎她要进腹腔，然后要麻醉，这个是比较麻烦。那男生结扎他只要局部麻醉，然后开一个小洞，然后20分钟做完，那当天就可以回家哦。所以整体来讲，那个男生他结扎是比较简单，然后恢复也快很多。不过老婆如果本来就要剖腹产，那是可以同时做结扎的动作啦。那男生结扎完是当天就可以避孕吗？那不行啊，结扎只是切断新的精子的运送，输精管内还有之前的精子，手术之后大概要等3个月再回院检查，一定要等医生确认里面没有精子才算真正的完成。在这之前还是要全程避孕。结扎会影响男生的生理？不会，生理功能是完全不会受影响。手术纯粹是阻断输精管，不会动到其他构造。男生的任务很简单，避孕不要全部丢给老婆，结扎完验精通过才能够不避孕。我已经结了啦，我结扎了啦，真的啊。我要找时间。那我想问，这个有年龄限制吗？如果你不想生的话，可以结啊。没有，因为他只是把你的那个输精管就打一个结而已啊。如果结扎之后还是怀孕，那就通常要打民事诉讼。对。整本翻完，这本手册没有一页是将宝宝工程化。他教我们，宝宝吃饱了会把头转开，老婆连续2周睡不着，要去关心是不是产后忧郁。每一条都在告诉爸爸同一件事：关心眼前那个人。Watson 用严格的行为主义养自己的小孩，不亲不抱，按表喂食。结果他的4个孩子，3个自杀未遂，1个没有活下来。1940年第2次世界大战，伦敦正经历连续57个夜晚的大轰炸。当时几10万个孩子为了躲避空袭，在父母含泪同意下，被疏散到陌生的乡下。一位叫温尼科特的儿科医师被找去支援，在牛津郡5间收容所担任精神科顾问。那里收容的全是离家之后，不管换到哪个寄养家庭都适应不良，再怎么样也安置不下来的孩子。他发现，在混乱还有危机面前，最让父母崩溃的是强烈的自责。他们哭着觉得自己没有把孩子保护好，
没有做到100分，觉得自己是不合格的父母。大战结束后，温尼科特看着和平年代里那些对着育儿指南瑟瑟发抖，生怕少做一步就毁了孩子的新手爸妈，提出了那个影响心理学几十年的观念——刚刚好的父母。他告诉全世界，这个世界不需要超人，一个永远不犯错、能瞬间预判所有需求的照顾者，反而会剥夺孩子适应真实世界的能力。孩子还有这个家庭真正需要的，只是一个刚刚好的照顾者。这个照顾者会累，会手忙脚乱，会在半夜3点看着狂哭的婴儿手足无措，你可能怎么拍都拍不出宝宝的歌，每天只能顶着黑眼圈接手喂奶，更会因为心疼伴侣而焦急的四处寻找解答。这本爸爸手册里写满了各种标准流程，还有检视表。但如果你翻开第1页，它最后一段写的是：当爸爸没有标准方式，育儿从来就不是一场不能犯错的医学考试。那些笨拙的混乱、焦虑与坚持，就是你已经做得刚刚好的证明。你只要尽心尽力待在他们身边，你就是伴侣与孩子在这个混乱世界里最安心的依靠。以前啊，我刚刚说那个生小朋友很花钱，那不行，超花，但他不行，很恐怖。你们敢算多少钱？我也不敢算，可是没有必要算啊。那你们相信生小孩会带财？啊？有关联吗？老一辈都会说生小孩会带财。哦，可能会啊。那你要不要生一个？对吧？